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通话，这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两人之间的第20次通话，也是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双方主要讨论了哪些议题？这通电话能否有效弥合美以已被摆上台面的分歧？来看报道。 拜登和内塔尼亚胡此次通话，距离两人上一次通话已过去32天。There was a real awkward silence that was brewing between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nd President Biden over Israel's handling of the war, and namely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unfolding in Gaza. Well, that silence was broken last night when the two leaders got on the phone together. Now, the White House says President Biden told Benjamin Netanyahu he needs to come up with a coherent plan, not just for defeating Hamas, but specifically dealing with 美以领导人通话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透露，以军在拉法的军事行动计划是双方谈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拜登向内塔尼亚胡建议，在未来几天内派遣一个由军事、情报和人道主义官员组成的高级跨部门团队前往华盛顿，听取美国对以色列现有拉法行动计划的担忧，并制定一个替代方案，在不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的情况下，打击在拉法的哈马斯关键人员，确保埃及和加沙边境的安全。 按照沙利文的说法，内塔尼亚胡在电话中已明确同意，最快于本周末派遣一个代表团赴美，与美方进行讨论和接触。美国轴线新闻网称，美以领导人就此达成一致，一定程度表明双方都在试图避免在相关问题上发生公开冲突。但外界注意到，沙利文在白宫记者会上更多披露出的仍是美以双方的分歧。他一开始就暗示，两国领导人之所以1个多月没有沟通，责任在以色列。 Prime Minister, of course, knows how to reach President Biden. If the Prime Minister felt he needed the President for some reason, he would have picked up the phone and called. 对于内塔尼亚胡要求在拉法开展大规模地面行动，沙利文称，美国政府认为这是个错误。路透社指，白宫方面的措辞和表态反映出美国和以色列矛盾扩大，领导人之间的电话没能弥合早已摆上台面的分歧。报道还提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号开启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他的第6次中东之行，与埃及和沙特的高级官员会面，讨论实现持久和平的方案。但与此前几次不同的是，布林肯将不会到访以色列。以色列外交部也表示没有收到任何相关通知。路透社认为这一行程安排相当不寻常。美国要求以色列尽快实现军事的停火，但是以色列要执意的在拉法采取行动。同时呢，以色列呢反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是美国主张呢还是以2国方案来解决巴以冲突。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美国不希望中东的事情干扰美国的大选，也不希望在巴以冲突中，美国在联合国成为孤家寡人，成为唯一一个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也不希望巴以冲突干扰美国的全球的战略利益。观察指，切断或减少对以军援是美国施压以色列最有效的手段，但拜登政府从未触碰，甚至在与内塔尼亚胡的最新通话中，拜登还许诺将继续为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行动提供安全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内塔尼亚胡在通话后公开承认，他与拜登对于向拉法发动地面进攻存在意见分歧，以色列仍将推进相关行动。内塔尼亚胡19号对以色列议员们表示，他已经非常明确地向美国总统表示，我们决心彻底消灭拉法的这些武装分子，除了地面进攻行动，没有其他办法做到这一点。以色列时报称，这显示总理对美国的警告不屑一顾。 拉法是加沙地带最南端城市。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由北向南发动攻势，大量民众被迫逃离。拉法几乎成为加沙民众最后的避难地。加沙地带约230万人口中，现有超过150万平民拉法这座面积仅55平方公里的小城避难。但以色列认为有必要向拉法派遣军队，以彻底剿灭哈马斯营。内塔尼亚胡15号批准攻打拉法的计划，17号重申将发起地面进攻，但这一决定遭到国际社会谴责。观察认为，即便是承受巨大压力，内塔尼亚胡也要在拉法开展军事行动，背后的原因是为其个人的政治利益。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最新报告，在本轮巴以冲突之前，以色列国内对内塔尼亚胡执政能力的不信任已经处于高水平，巴以冲突加剧了这种不信任。报告评估，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人之位以及其右翼和犹太教极端正统派执政联盟的执政可能处于危险之中。
以色列的政坛现在是四分五裂的。那么内塔尼亚胡呢，他的这个一面是面临这个中左翼的这种压力，那么另一面呢，他又面临着极右翼，又嫌他对于这个美国呢这个还不够强硬。在这个前不久吧，那么美国呢未经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同意呢，就邀请了甘茨。那么这个事件呢，其实也导致了这个中左翼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矛盾呢是越来越大。内塔尼亚胡的公开反对者、前以色列驻纽约总领事平卡斯认为，不论是强行延长巴以冲突，还是向美国方面展示其强硬立场，内塔尼亚胡都能从中获益。Does a conflict for Netanyahu, does a conflict with Biden in any way benefit him? It does. If he is seen as just saying, I'm going to unilaterally somehow impose this,That's Netanyahu's ticket back to power. That would only help Netanyahu's political fortune. 国际社会呼吁停火止战的声浪越来越大，被寄予厚望的新一轮停火协议谈判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但截至目前尚未接近达成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对谈判持谨慎乐观态度。从这个卡塔尔的这个和谈的整个机制来看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包容性的这个机制。实际上，在巴以冲突当中，其他的很多重要角色，你比如说伊朗黎巴嫩还有叙利亚呀，他们的这个都没有被纳入到这样一个机制当中来。而这两个正主呢，就是以色列这一方呢，他说要这个换人质停火，但他的重心实际上是在换人质。而哈马斯那边呢，他手上现在只有人质这样一个筹码，所以呢，他是希望能够借助这些人质能够换取更为长期的根本性的利益。所以呢，现在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根本分歧恐怕呢还是会越来越大。